游戏啊，不只是娱乐，珠海航展上那些严肃游戏，能把高科技时代的人民战争玩出彩。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今天呢是珠海航展正式开展第一天，我们经过了广东的粤康码、还有行程码、还有场馆码层层验证，最终顺利进入展馆。像这样的防疫措施，足以保证任何不够健康的特务混不进来。那么前几年呢，珠海航展上大家都见过很多厂商展出各种飞行模拟器，有娱乐级的，还有这个科普级的，还有专业级别的。到了专业级别的，就是军队或者航空公司培养飞行员的了。那模拟器座舱就要跟真的模拟对象和真飞机完全一样才行。有的呢还要有全液压的全动，提供这个飞行感受。以前这个领域呢，我们挺依赖国外的，现在国内也有厂商在做各种飞行模拟器。目前至少在小飞机的训练领域，我们已经能够生产水平相当好的5级训练模拟机了。昨天下午趁着闭馆呢，我还去看了珠海本地一个叫优异航空的厂商的培训基地，体验了他们几种模拟机。那么今天在展馆上还体验一下他们那个混合现实训练模拟器，戴着 MR 眼镜就能看到虚拟的舱外环境，也能看清眼前的真实仪表，然后就模拟在珠海机场到澳门就飞了一圈，感觉和我2016年在山东飞钻石40小飞机的感觉已经是非常贴合。他们和一些公司把游戏软件改成模拟软件不一样，他们是自己从头开始搞自己的高水平仿真，所以那个效果更真实。那么他们的 FTD5 训练器现在已经出口新加坡，实现了国产系统向国外出口的突破。而最让我感慨的一点是，他们还有一个面向中小学的科普基地，能把航空历史、航空知识从飞行到安检到空管到维修，都让孩子们通过各种模拟环境体验一遍。我一看，这是在给未来的航空人才做储备。你看美国人二战的时候，飞行员后备力量丰富，靠的就是大量的民间航空群体，给了美国足够的有飞行底子的群众基础。那么中国通过这种中小学开始的以虚拟仿真手段实现的航空科普教育，就特别有战略意义。这还是仿真的第一个层次。另外呢，我还发现这次场馆里边一些仿真训练的设施设备已经有了更好的软件支持，比如在8号馆我看到的混合现实射击训练系统，就是要精确的测定训练场地里每个战士的位置、姿态，还有枪支的位置、射击方向，还有枪内的余弹数量，还要精确计算每一发子弹出膛弹道。那么再比如北京还有个数亿科技有限公司这么家公司，他们做的战场训练仿真系统也是对交战中各种风、雨、雾、道路还有路面条件等自然条件，还有电磁环境干扰手段，对交战双方的观察条件还有武器弹道进行精确的测算，然后才能推算交战结果，从而进行营一级以下的对抗模拟。那么这种仿真就可以很好的评估双方作战体系的配置水平、武器装备水平以及指挥员的决策能力。然后还有第3级的仿真，就是把人的因素加进去。前面说的仿真能力是通过一些经典的公式，比如兰彻斯特方程，带入双方的装备配备水平，进行战场的交换比计算。但是装备好训练差怎么办？那个算不出来。到了第3层级，就要把个人的作战行动都捕捉下来，然后融入整个战役仿真体系，那么就能根据人的因素对部队进行评估和训练，这就更能解决训练问题，还有人和装备和作战思想的结合问题。这就是美军和我们都在做的工作，叫做严肃游戏。所以呢，现在这些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可以从中小学教育到专业培训，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才培训体系，还有一个课程体系，而且能在教育培训还有成本之间实现平衡。所以能看出来，未来应对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怎么把以前说的人民战争在今天也能玩出彩，玩出时代感，是这么多科研单位包括很多民营企业在努力的为解放军探路先行。